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最主要会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大家可以看到我桌子上的这一个叫做 Plot 的一个录音的一个设备。那为什么我会想要分享这个呢？是因为我其实用了这个东西大概也有差不多2到3个月的时间，然后这个是我自己目前为止的一些心得，就是我发现到这个工具呢，它有很多我没有想象过的功能，同时间呢，它在我的整个工作流当中呢，其实也慢慢的变成一个蛮关键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今天就来分享一下，为什么你在有了电脑、有了手机之后呢，还需要这样子的一台设备啊？具体它可以做什么？首先呢，要理解这个录音笔呢，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它就是一个录音的工具嘛，所以呢，就很像现在我把它开机之后呢，我就开始按录，然后呢，最后我就按停。其实它的功能就是这么的简单直接，然后呢，它的电量也蛮足够的，通常我大概是在差不多每2个星期我会充电一次这样子的情况。那它的好处是什么？首先呢，你可以想象一下，现在有个录音的这个工具，所以有了这个录音的工具呢，你就可以放在你的比如说线下会议当中。我觉得这个就是目前我体验到最大的一个关键，就是它是能够帮助你在线下会议的时候去录音的。线下会议很可能是比如说我跟我的员工2个人的单独访谈，2个人的讨论，3个人的讨论，小组讨论，甚至是大组讨论，甚至是我去上一些 seminar， 我去上一些 workshop，这个东西都能够直接帮我去做到录音的这个功能。那很多人就会讲，诶，那我为什么不要使用手机就好了？为什么我要使用这个录音笔来做呢？我觉得它的那个差别就在于，如果你今天使用手机呢，第一个是你在录音的时候会很明显，你的动作会让大家觉得你很刻意的想要录音，大家会保持一个非常高度的一个警惕。那这个东西会对于你整个 meeting 的节奏来说，我觉得没有那么好。再来第二个部分是，它会很消耗你的手机的电量，就是现在我们都知道手机是要做很多的事情嘛，是不是？就是比如说除了 social media，除了 WhatsApp。你还有很多的一些功能是要在手机上面完成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又让手机变成这个录音的工具，它其实会影响你在可能小组讨论当中，你不能够拿起这个手机来做某些事情，所以这些就是我觉得都是一些蛮重要的一些痛点的。但是这个录音笔呢，我觉得就能够完整的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它就是一个独立的设备嘛，所以它没有这些束缚，然后呢，它的充电也是另外的，所以你并不需要管它的电量之类的。加上呢，你可以看它非常的薄，所以呢，它其实是很适合在很多场合下面，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一个录音笔，它也不像是一个录音的一个工具嘛，所以我觉得在很多的情况下面呢，它都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那具体上它是怎么用的呢？第一个东西是你可以拿这样的一个套呢，它就是一个手机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套嘛，所以你可以直接让它套在你手机后面。那这个情况下面呢，它能够做到甚至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能是，你今天在跟客户是打电话的一个讨论呢，它也能够把这个声音给录起来。然后再来呢，就是当然你也能够像我这样子直接把这个东西放在桌子上，我也可以开始跟我的团队去聊天，去做讨论，这些都是一些使用场景嘛。但是呢，为什么这个东西跟我们今天的 AI 主题是有关系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 AI 的录音笔。那这个 AI 录音笔具体在解决的场景呢很明确，我自己觉得呢，我直接把它定位成为它就是你随身携带的一个会议助理，就是你可以想象的很多企业的一些主管或者是老板呢，他们都有一个助理跟在他们的身边，一起进入各个会议室里面去帮他们把整个会议的东西给抄录下来，然后把它变成一个会议记录，可以发放给大家，可以让大家知道接下来做什么。其实这样子的一个 meeting summary、meeting transcribe 或者是我们讲的 meeting notes 呢，它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它是能够让之后我们重新审视到底这个会议做了什么，或者是有些细节我们会忘记嘛。所以这个角色是非常重要，但是以前需要请一个人，现在呢，你只需要花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费用呢，买到这样子的一个设备呢，它就能够解决同样的事情。然后就像刚才前面提到的，它不是一个手机嘛，它有它自己独立的电量，所以它能够把你每一天工作的场合的各个情况下面都把它收录起来。当然呢，这个最主要就会有 privacy 的 concern 嘛，就是为什么你跟我的谈话全部都会录音起来？所以我觉得在很多的场合呢，如果可以的话呢，一定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是有录音的，这个会议是有在录音的，或者是你跟某人开始聊之前呢，必须让他知道这个是有录音的。但是呢，这个录音设备呢，它不全然是在录音，OK，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就是它的目的一开始并不是为了录音，因为我们想象录音很多是为了要当做之后的证据嘛，但是它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你可以变成一个 meeting 的一个 summary，所以呢，它其实做的东西比较像是它会自己把这些录音档呢缩小，这个也是手机上面做不到的。你手机上面做了过后，你还要用很多其他的 software 把它缩小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手机上面呢你要做的话，还需要经过很多步骤才能够完成的。就是你要把它压缩到很小的一个档案，然后可能声音也变得没有那么的清楚了。但是呢，对于 AI 这个已经足够去辨识里面说的每一个内容，所以呢，它就能够直接帮你整理出来完整
整的一个逐字稿，这整个会议里面每个人讲了什么话。当然它是 AI 嘛，你是需要训练的，所以比如说它慢慢的能够分析出我的声音是哪一个，所以我需要告诉他，诶，这个是我的声音，这个是另外一个 speaker 的声音，这一个是其中一个开会人员的声音。所以久了之后呢，它就可以越来越快的帮助你执行这个动作，但是它是有这个学习的这个能力的。加上比如说你使用了一些特殊的字眼，比如说我们公司开发的一些系统的名字，它是不可能知道的，所以你需要告诉他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它下次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但是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的这个使用场景，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开一个线下的会议，就是可能跟几个团队成员一起开会，我就把这个东西放在那边，我们就开始开会。开会的过程中，我完全不需要做笔记，我完全不需要记得我等一下要做什么，完全不记得会议之后我要做什么，它这个东西全部都帮我记录。而记录好了之后呢，它就会把它上传到云端，然后我就打开那个 software 去看一下它的整个的组织稿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就去修改组织稿，可能我需要帮几个 speaker 去取名字，然后我需要去修改一些关键字，然后呢，它就能够马上帮我生成一些 meeting 的 summary， 告诉大家今天的会议记录是什么，今天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每个人你今天要做的目标是什么，deadline 是什么时候完成，它就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动作。这个我说的是一个最完整的一个流程，所以实际上它在解决的问题就是，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呢，以前我是需要另外一个人做这件事情，或者是我自己如果是这一个在开会的人的话呢，如果我今天变成这个会议记录者呢，我之前发现到的问题就是我会没有办法专注在会议里面，我会一直想要记录大家讲的话，或者是当我太过深入参与大家的话题的时候，我会忘记做记录，但是这个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它最主要解决的是整个 solution 上面的全部的情况，就是从一开始的录音到后面的编写成逐字稿，到后面的变成是你需要用到的一些格式，符合你的一些 meeting summary 的要求，或者是我今天需要的是一个报告，而不是一个 meeting summary， 它能够变换各种各样的格式，全部都能够在这个 software 里面做完。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它就是解决某一个独特场景里面会用到的某一个具体的用途。那这个东西呢，除了是我开会之外使用呢，还有另外两个场景，我觉得是非常好用的。第一个呢是客户，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今天跟客户 meeting， 以前的那些 sales 呢，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回去跟客户 meeting 之后呢，他需要把今天跟客户聊的所有的细节都记录起来，甚至是写成一个报告，让他的老板、让他的整个团队能够去看，甚至是今天如果我们是已经确定了客户的方向，了解了客户的 business 之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些资讯呢全部都整理起来，让我团队可以看，所以它就变成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onboarding 的 report。下次我团队就会在 onboarding 这个客户之前呢，需要读完这个客户的资料才可以进去 meeting。但是现在它完全变成逐字稿，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以前的时候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做的方法可能就是我需要自己记录咯，然后记录的情况我就会忘记这个细节，忘记那个细节。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可以完整的提醒我每一个细节都可以注意到。再来第二个部分是，如果你说你更聪明一点，我就录音哦。那你录音之后呢，你需要有一个人把这个音档整理成文字，变成逐字稿，或者是你的团队成员需要去听完你整个2个小时的对话吗？其实是不可能的。加上呢，你要知道里面有很可能是他们不能够涉及的一些机密资料是在这个对话里面出现的。但是如果变成逐字稿的形式呢，你就可以删掉，你甚至可以变成简单的 meeting summary， 你甚至可以变成你想要的报告类型嘛。所以你是能够做这样子的一个筛选的，然后这些东西全部都能够让 AI 来完成。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了 AI 之后呢，这整个使用场景就大幅度的提升，变得非常的方便，非常的有效率。我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呢，清楚的传达之前这个 meeting 具体来说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每一个里面讨论到的细节，客户说过的话，客户的一些 business 独特的一些卖点要注意的事项，全部都能够被保留起来，以文字，以最轻量、最容易被大家吸收的方式呢，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个就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价值，所以其实呢，它也很适合 sales 的人去使用。再来最后一个则是我去上课，比如说我之前去参加一些 seminar 一些大会呢，现场也会分享很多的干货嘛，那大家就会不停的拍照嘛。那现在除了我拍照之外呢，我也会使用这个工具来帮我去做录音。那他帮我做录音的情况下面呢，我回到家的时候呢，当我在整理今天学到的资讯的时候呢，我能够看着照片，听着声音，或者是我能够看着照片，看着逐字稿，我能够很快速的找到，今天哪一个地方是我要记录起来的。所以在最后我整理出来我的整个学习笔记的时候呢，我自己觉得那个效率非常高，而且重点是你没有遗漏任何的细节，你可以完整的保留整个最关键的资讯。我觉得这个才是它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会觉得我花钱去上了这个 seminar， 花钱去了这个大的一个讲座会，我得到了满满的收获。它是能够让你的体验变得更加好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工具。
那这个就是我自己使用之后呢，我发现到它能够做到的功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更加深入的话题，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工具呢，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录音工具，为什么会是接下来我们的 AI 工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觉得它最大的重点就在于它能够捕捉更多的上下文，能够捕捉更多的背景资讯。它的概念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AI 我们就是我们的一个实习生嘛，那我今天要交代他任务，我需要把更多我的背景资料给他。但是这个情况下面呢，如果你今天直接把这个录音档，甚至是直接把这个组织稿，甚至是直接把这个 meeting summary 直接发给他，他就能够直接去进行下一步了。所以这个就省略了很多你的沟通成本和你需要回忆。诶，我之前跟这个老板说过什么话，要放进来问 AI，让 AI 去做分析，去做调研，最后得出来什么样的一个结论。现在呢？有了这个工具，直接帮你做出来了，你直接把这整个组织稿丢给 AI，它自己去看就好了。所以呢，对于 AI 来说，这一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始资料。它实际上这样子的一个 context 的一个收集的一个方式呢，我觉得会是接下来人类在工作中、在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嘛，就是现在最主流的方向，就是所有的科技产品都已经往这两个方向去发展了。第一个方向就是眼镜。如果今天眼睛能够捕捉到你先看到的东西，你每天在看的东西都能够变成一个记录，那它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素材，提供给 AI 更好的去思考你要的东西，更好的帮助你达到你要的结果。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可以给 AI 更多的资讯，它肯定能够给你更好的结果，更加接近你要的结果。它能够看到你看到的东西，能够听到你听到的东西，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录音笔其实在解决的就是在声音这个部分。如果它能够进入到会议里面，它能够看到所有的会议里面发生的每一句演讲，它甚至能够让你在之后，比如说，在这个会议之后，我要做一个很关键的决策，我有这样的一个录音档，我有这样的一个逐字稿，我有这样的之前的一个原始资料呢，肯定能够大幅度的加强 AI 给出一个更好的一个答案。AI 现在更了解你，现在更加知道会议里面原来大家的口气是这么样的不好的，所以呢，原来客户当时候是以这么重的口气在跟你说话了，这些可能都会影响你的下一个决策，比如说你是要给他更多的服务价值吗？还是你是要做什么样的一个行为？我觉得这些分析它都非常的关键。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录音笔其实真正的功能跟价值点就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并不是说你一定要买这个产品，但是呢，我觉得录音或者是在更多的方式能够记录到你的生活中更多的细节，工作中更多的细节呢，这些东西只要有办法转换成电子档，只要有办法转换成声音，只要有办法转换成文字，只要有办法转换成图片，它都会对你接下来跟 AI 协作的时候有更多的一些功能和一些帮助。这个才是在 AI 时代下面，我觉得生活或者是工作一个很核心的一个价值点，就是我怎么样有机会可以提供更多的资讯，让我 AI 能够更加容易的帮我做出分析，而且这个东西是不费力的。就好像我刚刚说了，我其实做的东西就只是每次开会前按一次，开会后按一次，然后整理资料，甚至是有时候我懒惰的话，我也不会整理资料，我就直接让 AI 生成了那整个组织稿，我就直接丢给我的 AI 去做下一步的东西了。AI 自己去理解到底它里面在说的东西是什么。现在 AI 有这样的智能能够理解，尤其是如果你 AI 足够了解你，其实它已经完全能够理解这整个东西在说什么。所以我自己得出了一个结论是，如果你有办法把这整套系统给完整打通，这整个工作逻辑给完全的打通之后呢，你会发现到你的工作效率会比以前提升非常的多，而且那个是完全是很指数级的一个增长。就是以前我想要开始一个任务的时候，我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找出那些资料，我要找这个 Excel 发这个 Word 发到这电脑里面，在 Google Drive 上面，最后丢给 AI，然后告诉他，这也是你要看的资料，你要看完之后才可以开始做这个工作。但是可能呢，他还是没有会议记录嘛，还是我凭空需要想，那时候客户跟我说了那3件事情，大概是这3件，好像又有再说一件，但我忘记是什么了。我遗漏了很多这些关键资讯，可能会对我的答案的质量会有造成很大的影响，甚至是比如说我今天要做出一些很关键的一些决策的时候呢，它也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考量。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这个东西还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呢？大家可以回去看我之前的某一集跟 Simon 的一个访谈。那 Simon 呢，其实也有提到类似的一个观点，就是他是怎么样在工作中，他们想要做一个很关键的决策的时候，去使用录音来帮助他完成这个东西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一整套的一个对于这个 Plot 的工具的一些想法，还有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录音在这一个年代它其实变得更加重要，或者是在我的生活中呢，其实开会都需要有 AI 来加入。那这一个东西就是让你在会议中有 AI 加入的一个最底层、最关键的一个工具。一般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的，比如说 Zoom 或者是 Google Meet 呢，或者是很多第三方的工具，它其实已经能够你在 online meeting 的时候，它就是会有一个 AI 助理一起加入这个 meeting 去做类似的事情。
但是呢，我目前为止你没有办法在线下会议做到类似的东西，所以只有透过这样一个录音笔，它才是最高效率、最省电量。你甚至不需要在这个录音里面打开你的电脑，甚至你的电脑的收音还不够好。现在你只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工具呢，它就能够帮你做到这些东西。所以你现在有了这样子的一个 AI 助理，在你的生活中，在工作中整理各种各样的资讯，整理各种各样会议的记录，你就会发现到你的人能够省心很多，你能够更加专注在更加重要的事情上面，你的头脑并不需要记下这些东西，因为它已经把你记录好了之后，你只需要从它这里 refer 到的东西，完整的交给你的 AI 去做下一步的动作。我自己觉得透过这样的方式呢，我的整体的工作，我整体的生活呢，就有了更好的一个品质的一个提升。那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的一些分享，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